我 record 了一大堆，可是我发现到我倒反了整个开关的顺序，所以我现在要重新录。Hello，大家好，现在是12点50分，然后今天是15号，现在就要驾车去 PWTC 那边注射我的 AstraZeneca 的疫苗，也就是 AZ vaccine。现在虽然讲是2点，可是就觉得早一点出门比较好，就可能可以早一点parking 早一点到了，我觉得比较安心一点，怕等下塞车还是什么。打算拍一个这样的一个小小的影片，来跟大家讲述我这次拍的经历还是什么，然后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我选择打这个疫苗，然后可以给大家知道一点小知识啊，我可以更好的去选择。所以现在就驾车咯，然后我们等下到了再继续见面啦，因为驾车不好看手机，要被抓。OK， 等下见。So this is the situation now. So basically, you will be allocated stations. So basically now is we are inside in the the really initial session, and we are now waiting, entering the first station, which is the temperature screening, and then we'll move on to the next section. But I'm not sure how long we're gonna get. From what I heard just now, today's session, just for today, we are going to have 8,000 people today from 9 a.m. to 9 p.m. So it's kind of insane. Okay, I'm finally done with the vaccination. Now it's 3:30. So now I'm gonna drive home. I'm gonna do a summary video after this. So let's see. Later that same evening. 我有早，所以我就决定早一点去，避免就是可以早一点的准备啊，你不用哭了，你不会格朗嘎布啦。我觉得发现到就是大家都很有顺序的，在那边排队都很遵照那些人的指示。你会照你有被指定了你是什么 station， 有 station 1、station 2、station 3，然后我是 station 3的，所以在那边呢，我就被叫到我去排 station 3的队伍。其实我2点还没有进场。然后我就说可能是 Malaysian timing 还是什么，然后我到了2点20分才进场，然后进去了之后呢，是有一个 pre station， 在那边等待，那些志愿者就拿给我们，就是 scan 我们的 MySejahtera， 然后就是跟我们确定我们的打疫苗的时间，然后确定了过后，我们在那边等他们叫我们一排一排的上去我们的第一个 station， 然后在这边呢总共有5个 station， 所以有 counter 1 就是 temperature screening， counter 2是 registration， counter 3是 consultation， counter 4是 vaccination， 然后最后一个 counter 5呢是 observation。好，第一个 counter temperature screening， 所以到了 temperature screening 过后呢，你就会被测量你的体温啊，然后用 hand sanitizer 就搓手液，洗好你的手。然后到那边我们会排队，志愿者呢会给我们一份 consent form， 也就是所谓的同意书，在那边就是说明了你同不同意接受注射这个 AZ 疫苗，然后就会问你你有没有什么药物敏感啊，你是不是孕妇啊，还是什么？然后在那边呢，就大家填好了这个过后呢，我们会有一个自己的编号，那些志愿者就会用这些编号的意义把我们的叫去第2个 counter。其实，在那边呢，我有跟一些志愿者聊了一些天，然后他们就跟我们说，单单今天呢，已经8000个人打疫苗，然后是从早上9点到晚上9点都有一直打，因为很多 slot 是他们也说不来，而且因为是很 continuous 的，所以到了那边过后呢，就如果早上之前有一个 slot 被延迟的话，后面的也就会被 push back 一点。所以就造成了我们2点20分才进场原因，我们就说这真的蛮夸张，不过也是蛮欣慰的，因为真的很多人就是很自愿的要注射这个疫苗，然
然后大家也是尽一份想尽自己的责任。就到我们的第二个counter，也就是 registration。其实办那边其实整个过程很快，也没有要排队什么，就到那边呢，你就去一个 registration counter， 他就会跟你确定你的还会跟你要 IC 跟你卖私家车，然后会跟你确定你的身份证、你的身份证号码、你的电话号码。然后就在那边再次的问你有什么病历啊，还是什么药物敏感啊，就问看你的身体的健康状况。然后过后之后呢，你就会马上被 move 到了 counter 3。不过有一个事情要大家注意的，就是记得如果你有去注射疫苗的话，记得带好你的身份证，记得确保你要去之前确保你的身份证有在你的钱包里面，有在你的口袋里面。因为如果真的没有带身份证的话，就会对你造成很大的不便。OK， 所以到了 counter 3，也就是consultation， 那边呢就有一个医务人员还是医生啊，他就会在那边呢就是拿你的同意书，再一次跟你确定你同意注射这支疫苗，然后他就会很 open 的给你问很多的问题，你可以问他就是你应该知道的什么信息啊什么。我在那边呢，我就问他的这些副作用啊，就是持续几天啊还是什么，他们就跟我说，就是基本上就是很轻微的副作用，就打感冒药啊那些。你感冒的那种副作用就是很像发烧啊，一些有点头晕啊，肌肉酸痛啊这些东西。就是如果你打过后你有这些症状的话，你可以吃500 mg 的 paracetamol， 也就是 Panadol， 然后你可以吃2粒，一直持续超过4天或以上的话，就如果而且或者是很严重的副作用的时候，像是视觉模糊啊，还是头晕、吐啊这些东西的时候，或者是你的脚这边有出现肿的现象，或者是你打针的地方呢有出现红疹还是很痒的疹的话，你就应该马上到你附近的诊所或者急诊室或者医院去求诊，然后去跟他们说你注射了疫苗，可是我有这些很严重的副作用，或者持续了很久可是没有退去的副作用。跟我说话的那个医务人员小姐姐真的很有耐心，而且很亲切。那他就跟我们说，就是你基本上东西生活可以照样过，不过就是要注意你的这些如果有副作用的发生，叫我签了名，他也签了名，说明我签了我的同意书，然后我就 move on 去counter 4了。vaccination 呢也是没有等，我也是坐在那边跟那些志愿者要了2句话过后我就进去了。然后所以 vaccination site 呢是很多个 partition 的，然后一个 partition 可以有2个人在那边被注射。然后我进去了那个 vaccination site 过后，那个医务人员小姐姐也是很有耐心、很亲切，叫我坐在这个椅子，然后她就会开始给我注射疫苗。然后在给我注射疫苗的同时呢，我也跟她聊了很多，就是聊回刚才就是你打了过后有什么副作用啊什么这些，她也是很有耐心的回答我，就是不用太担心。然后问我心情如何，然后在我们说话的同时呢，我已经打完疫苗了，我一点发觉都没有，我没有这样惧怕打针的感觉，真的在我们讲话的同时，他进去出来没有痛觉，而且很快的，就是很像一只东西进去出来了，然后就好了，然后他真的没有什么感觉，而且很快，他们很亲切。打完过后呢，我们就用 MySejahtera 的 appointment 的scan， 我们去 scan 那边的 QR code， 说明我们已经打好我们的疫苗了。然后过后他会给我们我们的同意书，加上我们打疫苗的编号，然后就叫我们去最后一个 counter， 也就是 counter 5。我们会把我们的同意书给那边其中一个 counter， 然后他们会叫我们 OK， 你现在坐在那个椅子上，然后等15到20分钟。然后其实他们也没有 set alarm， 我就自己的我就 set 了一个15分钟的 alarm， 然后在那边，然后我发现到那边的人都很亲切，都会叫你 social distancing 啊，就尽量照顾自己的距离啊，然后那边有厕所，也有提供就是 water cooler， 如果你口渴的话，没有带水，你可以那边拿水来喝。然后我其实到了11、12分钟，他们就叫我，所以我就叫我，那我就去，他们就会给我们一张 vaccine 的卡，就是一张紫色的 vaccine 卡。所以在那边他会跟我说 ，OK， 你已经注射了第1个疫苗，所以可能你下次要打第二剂的疫苗的时候，一定要带这张。所以如果你拿到那张纸的话，记得要收好来，就是当做一个很重要的身份证还是什么，收好来。然后就是下次你要打疫苗的时候，一定要带着那张就是证明了你有打第1剂疫苗，然后你也是适合打第2剂疫苗的人。然后15分钟过后呢，我就打好了，我就出去了，整个过程就这样完了。然后外面呢就有很多的 photo booth， 你可以在那边拍照啊还是什么，不过就他们没有指定人帮你拍照，你要的话就是你在那边问看其他的
那些其他的那些人啊，可以问看他们可不可以帮你拍一张照还是什么，就在那边拍完了，然后我也就好了，我就回家了。整个过程其实真的很快，我打到了只有半个小时，而且真的很快，大家都很 efficient， 大家都很亲切，整个流程都很顺，而且大家都很有守次序的，所以这个我是觉得一个值得赞赏的一件事情。OK， 所以我就分享完了我打疫苗的经验，所以在那边就跟大家说明为什么我会选择自愿的去打 AZ， 因为我们可以听到就是 AZ 有很多的就是新闻那些报道啊，什么血管穿塞的副作用啊，很多严重的副作用造成的，就是在美国还是欧洲还是英国被使用的时候就有这些副作用产生，而且大多数的 case 在发生的 case 呢，大多数是在女生身上，而且是年纪少过30岁的女生。然后，所以在这边呢，就造成一个大家的困扰，所以我们才会有一个自愿的一个 program 让大家去打 AZ 疫苗。其实，在那边呢，我想说的就是，因为打疫苗跟吃药，其实都吃什么药的话，关系到药物的东西其实都有副作用的，不是100% 的。所以在那边呢，你需要去真正去了解背后的一些信息啊，背后的一些消息，背后的一些知识，然后你才可以有很足够的信息去做好你的决定，或者我所每次说的 educated decision。所以在这边呢，我就读了很多，而且其实就在那边大家说明，其实血管栓塞呢很稀有、很 rare 的一个副作用，其实发生的几率呢，在100万宗 AstraZeneca vaccine 的 case 里面呢，只有4个 case 是这样的，所以整个来讲只有 0.0004% 的几率发生，更是低过了一些吃避孕药或者 contraception 或者 birth control pill 的造成的 blood clotting， 更低于了吸烟造成的血管阻塞，更加低于了如果你没有打疫苗被不幸感染的新冠肺炎造成的血管阻塞 which is 16.5%。 而且不过呢，在那边呢，我必须让大家知道的就是这些东西都是因国家而异的，要看你自己在那边的情况，你要更需要了解自己国家的传染率是多少。在这个事情呢，如果我们说是在澳洲、New Zealand， 也就是纽西兰或者台湾的话，那些国家的传染率，本土传染率真的很低。所以如果在这边的话，你有可能会决定就是不选择打 AZ 疫苗，因为传染力真的很低，所以就造成了可能就是你会想到它的副作用的这些发生可能些大过于你被传染 COVID-19 的一个几率，所以在那边你可能会想 OK 我不选择打，如果有的选的话，我不会选择打 AZ 疫苗，我会选择打 Pfizer 或者 Moderna。可是因为在本地的马来西亚呢，真的是传染率太过高，每天几乎4位数，3000宗、4000宗、5000宗的确诊病例，如果你算到来的话，真的就是你可以想象，就是其实注射疫苗的话，不短是什么疫苗，像我现在是AstraZeneca的话，其实它的好处已经大算到来的话 ，overall 超过了获得就是这些很稀有的副作用的一些风险。所以我在那边呢，我是要说明，就是大家请多的注意对的信息，去读那些 research article， 去多收集一些就是对的信息 scientific 信息，然后你们才可以很好的很有能力的去做一个对的选择，对你们觉得来说是对的选择。还有一件事我需要 address 的就是在打这个疫苗实行的第一天，也是5月5号的时候，我们其实有一个消息，就是有一个中年妇女在 WhatsApp 上放了一个假消息，说明她的儿子啊还是她的侄儿啊什么打了AstraZeneca疫苗然后去世的消息。在这边呢，我相信大家除了这个消息也看过很多我们所谓的 WhatsApp University 那些有长辈们啊什么还是什么传播的假消息啊，每次都是会最新消息，今天怎么。我在那边我很希望跟大家讲的就是，请大家就是不要乱散播假消息。如果你没有发现到你们的长辈还是什么在放这些假消息的时候，请你们去自己的去 double confirm 这些消息是对的还是假的，然后跟你们的长辈说明这个是假，或这个是可能这个假消息，这个对的消息，不要乱传播。然后你跟他们说明什么是对的消息，教育他们什么才是真正对的消息内容，好不好？
就真的不要乱来了，因为已经造成很多恐慌了，就不要造成就是一个唯恐天下不乱的那种情况，好不好？做人也要有一点社会的责任感。然后我觉得就是打疫苗其实是不只是对自己的一个责任，也是对社会的一个责任，就是你真的可以防止那些还没有的注射疫苗的人的发生，因为现在只有18岁以上可以打嘛，那些18岁以下的小孩啊、少年啊，或者那些生病很严重的孕妇啊、患者啊、孕妇啊，那些还没有得打的，如果我们全部人都注射了疫苗的话呢，其实真的很大可以阻止传染链的延续，然后可以保护这些还没有得打疫苗的这些人或者国民。所以这些真的是我觉得就是我们应该不只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就是大家的尽的一个社会责任。所以我在这边很鼓励了大家就去打疫苗，这样多种疫苗嘛 ，Pfizer、Moderna、Johnson & Johnson、Sinovac、Sputnik， 还有这个 AstraZeneca。所以在那边这样多疫苗，每个人很注意的一件东西就是所谓的 efficacy rate。所以 efficacy rate 呢，每个疫苗都不一样。所以那边我们觉得大家都很专注 Pfizer 疫苗，因为 Pfizer 疫苗，打个例子啊 ，Pfizer 疫苗90多%的 efficacy， 然后像 Sinovac 也是80多%、70多、80多%的 efficacy， 可是 AstraZeneca 是60多、70多%的 efficacy。其实想大家介绍一个影片，就是 Vox 的这个影片，就是说明了你要怎样看待 efficacy rate 这个数据，然后应该怎样的去判断哪一个疫苗适合你。所以在那边呢，我很推荐大家看这个影片。所以基本上长话短说，就是真正需要看的不是真 efficacy rate， 真正我们需要看的就是，其实打疫苗真正的目的是什么？不是我们打了疫苗我们就可以为所欲为，然后什么可以乱做。打了疫苗不是一个魔术，好不好？疫苗是打了，它可以减轻如果你不幸患新冠肺炎的症状。所以在这些所有的 clinical trial 里面，不管是什么疫苗都好，所有的 clinical trial 里面，每个打了疫苗可是不幸患上新冠肺炎的人呢，他们所有的症状都不至于让他们进院或者被 hospitalize。所以 hospitalization 在被打了疫苗过的几率是几乎零的。这个才是真正打疫苗的一个功用，让自己身体的抵抗力去帮你度过这个生病期，而且是很轻微的症状，你不至于搞到自己要进院、进 ICU 或者需要 ventilator 来帮你度过这个很痛苦的经历。所以在那边，我是想要提醒大家，就是好好照顾自己，有空的话去读这些 research article 对的数据，让自己有更好的一点见闻，然后才可以更好的做出一些判断。然后请大家就是不要到处跑走，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现在也是 MCO 3.0 的时候，就真的好好照顾自己，没有事情不要到处乱跑，卫生什么就照顾好。最后我希望这次影片可以让大家知道我本身的一个经历，而且让大家就是可以学到一些东西。然后如果真的什么不懂的话，可以教育一下大家的一些见闻，好不好？好，所以就再见了，拜拜。